你知道吗？在门诊，我最怕看到的不是肾功能指数太差，而是自己乱吃药。两张一模一样的肾功能报告，吃同一颗保护肾脏的药，结果一个肾功能稳定了，另一个却差点要洗肾。这不是夸大，而是真实发生的故事。60岁的林贝贝和62岁的陈阿姨是夫妻，同一天体检，肾丝球过滤率都是45分，属于慢性肾脏病第3期。医师开了一种常见的护肾降压药给林贝贝。回家后，陈阿姨看了也很焦虑，心想：我们两个肾功能指数一样，我也要吃药来保护肾脏。于是陈阿姨没有看医师，就偷偷拿林先生的药来吃。1个礼拜后，林贝贝的肾功能稳定了，但陈阿姨却因为严重的急性肾衰竭被送进急诊，差一点就要洗肾。为什么同样的肾功能指数，同样的药，一个救命，一个差点催命呢？答案很残酷，因为他们的肾脏根本不是同一种坏法。很多观众会问我，肾脏不好该吃什么药，或怕洗肾，干脆就不吃药。先等一下，今天宽宽医师不讲艰涩的理论，只教你看懂2个关键的指标，分辨你的肾脏是过劳型还是缺血型。方向对了，药才是保护；方向错了，再好的药都是风险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，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一直强调极简护肾，护肾并不复杂，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或繁琐的疗法，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，就能守护肾脏健康。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，用最简单的方式让肾脏更健康。到底是哪2个指标这么重要呢？第一个是看肾脏的现在状况，也就是肾丝球过滤率。除了常见的肾丝球过滤率外，我今天还要教你怎么用光蛋白 C 来帮你的报告做一次测谎。第二个是看肾脏的恶化风险，也就是尿蛋白。第一现况测谎机光蛋白 C、Cystatin C。决定吃药前，请先确认报告有没有说谎。代表目前肾脏工作效率的肾丝球过滤率有时候会失准。我有一位55岁的病人张先生，是个健身猛男，体检肾丝球过滤率只有50，他吓得连最爱吃的牛排都不敢吃了。但我帮他加验光蛋白 C， 换算肾功能后高达80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传统的肌酸酐会受到肌肉量的影响，容易制造假的警报，而光蛋白 C较不受肌肉的影响，是更准确的测谎机。我这边的行动建议，如果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在及格边缘，你又特别爱运动，肌肉量很大，先别吓自己。有时候医师会帮你加验光蛋白 C， 进一步确认你的肾功能。第二，未来预言家尿蛋白，确认了现在，接着要看预测未来的尿蛋白。40岁的王小姐，肾丝球过滤率90，看似健康，但尿中的白蛋白量高达 1.5 克每天，正常呢应该要小于30毫克每天。这就像一台跑得很快的法拉利，油箱却狂漏油，如果不修好，迟早会抛锚。尿蛋白的多寡几乎决定了你未来肾功能恶化的速度。宽宽医师这边会建议，请翻出你的体检报告，除了看肾丝球过滤率外，一定要去确认尿蛋白有没有超标。确认肾脏真的生病后，到底该不该吃药？这就要回到开头的故事。你可以把肾脏里的肾丝球想象成精密的微血管滤水器。场景1，高压过劳型的林贝贝，气球型。林贝贝胖胖的，血压常常飙到160毫米汞柱以上，他的肾脏就像一个快要被水压撑破的气球。因为压力太强，滤网被冲破了，所以蛋白质会一直漏出来，这就是明显的尿蛋白。这时候我们的策略叫积极的泄压，我们要用强力的护肾药物把冲进肾脏的水压关小。虽然刚开始吃药时肾功能指数、肾丝球过滤率可能会稍微小掉一点点，但请别担心，那是让肾脏降载休息，气球压力小了才不会爆掉，这才是长远的保命符。场景2，低压缺血型的陈阿姨，海绵型。陈阿姨则是完全的相反，她瘦瘦的，血管硬化严重，她的肾脏像是一块快要干掉的海绵。
血流根本进不去，肾脏快要饿死了，所以它通常几乎没有什么尿蛋白。这时候我们的策略就会从积极的降压转为温和的保压。我们不能把血压降得太低，必须维持一定的推力，血液才进得去这个海绵提供营养。这时候用药就要像调音一样，一点一点慢慢的试。如果药下得太猛，就会让这块海绵彻底的干掉，肾脏就会瞬间宕机，引发急性肾衰竭。我们有一个自我判断的法则，高压过劳型，也就是气球型，通常的特征会是比较肥胖，有三高，通常伴随明显的尿蛋白。策略就会是积极的泄压，保住肾丝球滤网。第二，低压缺血型，也就是海绵型，通常的特征会是比较瘦、高龄，尿蛋白通常比较少，或甚至没有尿蛋白。这里的策略就会是温和的保压，维持肾脏血液灌流。同样是肾功能45分，治疗逻辑完全相反。这就是为什么药物不能乱戒，也不能看邻居吃得好就跟着吃，一定要咨询医师。很多长辈怕吃西药会洗肾，其实只要确认你是高压过劳型，也就是有尿蛋白，现代医学有4大装备，它们是防弹衣，不是炸药。第一 ，RAAS 抑制剂，也就是 ACEI、ARB 这一类的药物，它是降血压药，也是肾脏的减压阀，可以放松血管，降低内部压力，减少尿蛋白。第二 ，SGLT2 抑制剂，俗称的排糖药，它会关闭肾脏费力吸收糖分的这个机制，让糖直接从尿液排出，帮肾脏按下休息模式。第三 ，MRA 矿物皮质素受体拮抗剂，像是精准的狙击手，能够阻断让肾脏发炎结疤的讯号，防止提早老化。第四 ，GLP-1 促效剂，俗称的瘦瘦笔、瘦瘦针，除了控制体重外，还具备强大的抗发炎效果，能够减轻肾脏的负担。这4种用药的逻辑很单纯，帮肾脏减压、抗发炎，让肾脏休息。战场不同，战术就不同。这就是为什么绝对不能乱吃别人的药。极简护肾的精神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做对的事，吃对的药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对于药物的恐惧来自于不了解。所以今天想给你一个回家后思考的考题：翻开自己的健检报告，对照肾丝球过滤率与尿蛋白，分辨你是压力过大、过劳型的气球，还是缺水的海绵。下次回诊你会明白，医师加药是为了帮你泄压休息，医师减药是怕你干旱宕机。懂了这份用心，你就不再是被动吃药的病人，而是医师最棒的伙伴。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。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